我们要说起神童，经常看到的都是国外的超自然现象，但是在我们中国也有3个小孩号称神童，尤其是第3个。第一位呢叫何一德，是个早产儿，一出生就被医生告知以后会有脑瘫的可能。在这种先天条件下，他的父亲不甘落寞，依然带着他不断的训练，让何一德在1岁的时候可以徒步暴走。2岁的时候攀登南京紫金山，不仅拥有了过人的体力，他还拥有了过人的智慧。在8岁时呢，就考入了南京大学。9岁在北京世界机器人大赛中就获得了3次冠军。而更加离奇的是，我们正常人一辈子想考下1门自学考试课程都是很难的，何一德在10岁的那1年，居然通过了20门自学考试的课程。这个举动引来了全球45个国家元首写信给他，并称之为最强大脑。第2位呢，汪正阳，8岁就会写代码，12岁时为了不写作业入侵了学校的网站，14岁时向360公司提交了百家教育网站的系统漏洞，这让业内的牛人大为震惊，就连英国的《每日邮报》都曾经报道过他的故事，称他为中国的黑客神童。而汪正阳也要立志用技术来改变世界。接下来的第3位是李慕慕容，他所做的事情更加的离奇。他出生于中医世家，祖上是康熙年代的宫廷御医，到他这里已经是第10代了。他3岁开始认药，6岁学习诊脉，最厉害的是呢，8岁居然可以蒙上双眼。他仅凭摸和闻来辨别1000多种药材，被誉为中医神童，立志要将传统的中医发扬光大。然而在国内，中医依然被很多人打压，被无端的扣上迷信、愚昧和落后的帽子，这可是诋毁我们无数前辈总结下来的文化结晶。而在前些年有一件事情更加让人感觉到心痛。我国有一位叫做李纯的教授，他为了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既便宜又好用的处方，他带领了团队跋山涉水拜访全国各地的民间老中医，收集到了很多普通人见不到的方子。然而他又花了几10年的时间把这些方子重新又验证了一遍，确认无误之后打算编撰成书。然而日本知道这个消息，马上找到李教授不让出版。好在李教授绕过了这个资本的诱惑，就是想让这些方子全部免费公开，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这本书记载着全国各地的民间老中医的心血，能够搜集到一起确实是难得一见。绕开了资本的诱惑和阻碍，真心希望每个家庭都能收藏一本。他把你能遇到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写了下来，甚至包括方法、用量、如何加减都标注得非常清楚。秦始皇陵虽然没有全部被打开，但是专家预测里面不仅有大量的水银存在，还有复杂交错的机关，而这些机关就是放在现在都不一定能够设计得出来。那么当时是谁设计的呢？这个神秘的组织，他们不仅在秦始皇陵墓里有他们的影子，秦始皇横扫6国的背后同样也有他们的影子。以前我们读历史一说到秦始皇他为什么能够统一天下，我们可能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有商鞅变法，有兵马俑模样的虎狼之师。其实在秦军背后，这个神秘的力量才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你要出外征战，不仅仅要靠法家的那些制度，不仅仅要靠将士的勇猛，而统一6国就需要到外面不断的去攻城略地，最重要的当然是拼武器、拼军事装备。而秦军当时的这些先进的武器，实际上说是当时的丞相李斯负责研制的。但是仔细想一想就感觉不对，李斯他根本不是这方面的人才，其实他只是一个挂名的领导。而当时负责制造这些东西的就是我们开头说的这个神秘的团队墨家侠客。墨家侠客呢是从墨家分出来的一支。讲到这里很多朋友就会反驳了，说墨家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呢是非攻，他是主张反对战争的，应该是和当时的秦国对立的。这个呢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墨家从墨子死了以后分成了3个流派，他们是楚国的楚墨、齐国的齐墨，还有秦国的秦墨。这里面呢，楚墨和齐墨确实是反对反秦的，而秦墨不一样，他们是要来帮助秦国。为什么呢？因为秦墨的这些人认为这样才能真正的终止战争，就是让一个国家统一天下，这样天下才能太平。所以说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墨家侠客这股神秘的力量绝对是必要条件。而神秘的墨家最厉害的除了机关术之外，还有墨家的思想。墨家的思想源于墨子，当时诸子百家那个年代，墨子是绝对不输给孔子的。在战国时期更有非儒即墨的地位。大家如果感兴趣呢，我推荐这本图文版的墨子，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我们来看这里这就是2012年成都地铁3号线施工突然发掘的神医扁鹊墓的现场。然而在第5天的时候，真的在墓穴中发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扁鹊医书。在这套扁鹊医书中，专家发现了扁鹊的2个观点极为奇怪，和我们现在的观点简直就是南辕北辙。第一个呢，说吃中药的时候要用酒服用。第二个呢，说人眼睛就是一台 CT。我们先说第一个。
这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尤其是在吃中药的时候是需要戒酒的。而在这套出土的竹简中呢，有一套名为叫60药方的记载，它根据不同的疾病给予60种治疗疾病的方子。专家看完之后也是非常的惊奇，因为这里面呢60个方子，其中有34个方子都提到要把中药和酒放在一起喝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这就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观点了。后来专家经过进一步的对扁鹊医书的研究，发现他讲到中药高温煎制会破坏它很多的中药的药性，而且酒它是一个很有良好的有机溶酶，非常容易进入药材之内，可以把中药药材里的大部分水溶性成分以及不能溶解的有机物溶解出来，以便于最大限度保留中药中的有效成分。看到这里啊，很多人估计会想到了药酒，现在很多人家都用中药来泡酒喝，以达到效果等等的效果。但是我们后人没想到的是啊，在2000多年前，扁鹊就早已经研究出来了用中药来配酒服用，达到药效。至于第二点呢，强调的是人眼，就是 CT， 其实通俗理解的讲啊，就是对一个人的望闻问切的诊断。这里就写了一个故事，并且还在我们小学课本里说，扁鹊啊3次见到蔡桓公，每次都认为他有病了，然后呢就需要他尽快药物调理，可是蔡桓公啊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可到后来第4次见到蔡桓公的时候呢，扁鹊看了一眼，然后也没有说话，就逃离到了秦国，因为蔡桓公的病情啊已经病入膏肓了。果然第5天之后，蔡桓公真的暴病而亡。这一切啊都是扁鹊经过眼睛对一个人的病情的观察，就充分判断出了蔡桓公的身体情况。但是在这一点呢，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定要像是扁鹊这种医术高明的人，他才可以做到。此次的考古发掘呢，也让我们现代医学对扁鹊的能力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才利用10年的时间，把这次出土的古墓中的竹简上的内容都翻译整理，最后才编撰成这本书。在过程中啊，也是多次拒绝了日本的高价收购，其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这本书，因为它毕竟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啊。看到我们失传2000多年前的扁鹊理论体系，所以这本书适合每个人都收藏起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出现了一位极其神秘的人物墨子，他仿佛就是一个穿越者的存在。墨子初期呢，也学过儒家文化，他对儒家的繁文缛节非常的反感，并且在当时他反对关于一切的儒家思想，于是他就另立门派，开始广收墨家弟子。墨家弟子啊，一般都是来自于中下阶级的人，并且他们的穿着打扮也是非常的特殊。在庄子的天下篇中就有记载，墨家弟子他们总是穿着粗陋的衣服和简陋的草鞋。看到这里啊，你会不会认为墨家很穷呢？你要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人可以说是当时最强的发明家，也是最大的军火商，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钱。只不过墨家弟子还有一个特别的信条，就是节用。真正的墨家集团呢，是异常的富有，并且在墨子当时的发明里，他简直就是一个穿越的科学家。在古籍《墨经》当中，他不但阐述了经典的力学力的概念，还提出了力动质的定义，还有杠杆原理。墨子当时在那个年代还和他的学生做出过最早的针孔实验，光的指向传播，甚至还提出了原子的理论雏形。墨子说，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由端而组成的，端它是不占空间的，是物体最小的单位。墨子还认为时间它也有不可分割最小的单位，叫做时。所以当时的墨子，他不仅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同时呢，他还掌握着顶尖的科技力量。墨家生产的连弩车转向机，当时也是成为了战国时期火力最强、最大、最抢手的重型武器。但是墨家的武器，它只卖给守城方，从来不卖给进攻方，这就是墨家的非攻。后人都说，当时墨家的思想是远超于其他诸子百家的，但是历代君王为了好管理民众，一直不让墨家思想流传出去。所以我们到今天呢，从小到大都受儒家思想的冲击。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本图文版的墨子，它不仅内容很全，最主要的还有翻译、有注解、有彩图。墨子这本书啊，我看完之后确实是受益匪浅，对人的帮助是很大的，大家呢可以收藏一本。